如果我問你，你覺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先把你的答案記在心裡，耐心聽完這個真實的故事。2004年的東京，稻盛和夫剛結束京瓷的全球戰略會，就被秘書塞進了醫院的 VIP 診室。醫生遞過來的診斷書比他平時簽的100億合同薄多了，可胃癌早期那4個字壓得他指節都泛白。他那會兒是什麼身份？京瓷集團創始人， KDDI 通訊巨頭的掌舵人，2個世界500強的締造者，被全日本捧成經營之聖。辦公室裡掛着天皇御賜的匾額，抽屜裡鎖着哈佛商學院的終身榮譽教授聘書。每天早上一睜眼，等着他簽字的文件能從辦公桌堆到門口。電話裡全是投行大佬、政要官員的客氣話。他當時的日程表精確到分鐘：早上7點半聽財報，9點開高管會，中午跟客戶吃商務餐，下午飛大阪考察工廠，晚上還要參加企業家峰會。家裡的別墅大到需要導航，車庫裡的豪車能組成車隊。可他一年到頭在家吃飯的次數不超過10次。拿到診斷書那天，他沒像電視劇裡那樣崩潰，就是坐在診室的沙發上，看着窗外的雨發呆。秘書在旁邊急得團團轉，說要聯繫最好的外科醫生，要包下整個特護病房，要把接下來半個月的行程全推了。他卻突然問了句：今天幾號？秘書說11月12號。他哦了一聲，說我女兒今天畢業典禮，我答應過她要去的。這話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了，因為他早就把這事忘在腦後。日程表裡那天排的是跟軟銀的合作談判。後來手術很成功，但住院的那1個月成了他這輩子最閒的時光。以前他總說時間就是金錢，浪費1分鐘都等於虧損100萬。結果躺在病床上，他能盯着天花板上的瓷磚數，1分鐘數清楚28塊，數了一下午，數到眼睛發酸。這時候他才發現，以前賺的那些錢連讓天花板的瓷磚變好看點都做不到。以前拼盡全力爭來的經營之聖稱號，在護士遞過來的退燒藥面前連個屁都不是。最讓他觸動的不是醫生的叮囑，是他妻子。他妻子以前在他眼裡就是家裡的後勤部長，每天幫他準備西裝，打理家務。他很少跟他多說一句話。可住院期間，他妻子每天早上5點就起床煲湯，用保溫桶提着過來。湯裡的山藥要燉到一抿就化，雞肉要去骨切成小塊。有天他醒得早，看見妻子坐在病床邊，手裡拿着他的體檢報告，偷偷抹眼淚，手背的皮膚鬆弛，還沾着煲湯時濺上的油星子。他突然想起，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妻子也是個愛穿連衣裙、愛化妝的姑娘，是跟着他忙前忙後幾十年，才熬成了現在的樣子。還有他女兒送來一本相冊，裡面全是小時候的照片，有一張是他抱着剛上幼兒園的女兒，笑得特別開心。可他怎麼都想不起來這張照片是在哪兒拍的。女兒跟他說：爸爸，你以前總說忙，現在終於能陪我聊聊天了。他想跟女兒說對不起，可話到嘴邊卻覺得特別無力。以前他總覺得給女兒最好的生活就是多賺錢，給她買名牌包，送她去留學。可女兒想要的不過是他能多陪她吃幾頓飯，多聽她說幾句話。出院後，他做了件讓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把京瓷和 KDDI 的股份全捐給了員工，卸任了所有 CEO 職位。有人說他瘋了，說他辛苦一輩子打下的江山怎麼說扔就扔。他卻沒解釋，每天早上跟妻子去菜市場買菜，討價還價買蘿蔔的時候比跟投行談判還認真。周末跟以前的老同事下棋，輸了就罰喝茶，笑得比簽了100億訂單還開心。
他以前收藏了很多名貴字畫，後來全捐給了博物館。家裡牆上掛的是孫女畫的塗鴉，畫裡的太陽歪歪扭扭，雲朵是粉紅色的。可他每天看着，覺得比任何名家大作都亮堂。有次他跟朋友喝茶，朋友問他：“你現在啥都不求了，不覺得可惜嗎？”他指着茶杯裡的茶葉說：“你看這茶葉，泡在水裡的時候能散發出香味，可要是一直泡在水裡，最後也會沉底。人這一輩子也一樣，賺再多錢，當再大的官兒，最後不也得回歸平淡？以前我總想着往上爬，覺得爬得越高越好，可爬到頂了才發現，山頂上啥都沒有，風還大，不如山腳下的茶館舒服，能喝口熱茶，能跟朋友聊聊天。稻盛和夫被人當成神，手裡的財富能買下半條東京街，可直到胃癌找上門，他才明白，那些被他當成人生成就的東西，在死亡面前有多脆弱。就像他自己後來在書裡寫的：“以前我以為賺錢是目的，後來才知道，賺錢只是過程，真正的目的是能好好吃老婆做的飯，能跟孩子聊聊天，能跟老友喝杯茶。這些東西，你有再多錢也買不來，除非你願意花時間去珍惜。很多人一輩子都在忙忙碌碌，卻不知道自己在忙什麼。早上被鬧鐘叫醒，匆匆擠地鐵上班，中午吃着外賣刷手機，晚上加班到深夜，拖着疲憊身子回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突然某天照鏡子，發現鬢角有了白髮，才驚覺青春早已遠去。就像在跑步機上跑個不停，看似前進，實則一直停留在原地。你或許曾經也想過改變現狀，但總被各種現實牽絆，最終選擇安於現狀。20歲時，胸懷大志的幻想改變世界；30歲應該功成名就，等到30歲發現還在為房貸發愁；40歲時回憶20歲的莽撞，才明白那種充滿無數可能性的狀態，才是人生最寶貴的年華，卻再也回不來了。時間既公平又殘酷，它給予每個人的一天都是24小時，但不同階段的時間質感截然不同。少年時的暑假漫長到仿佛永遠不會結束，中年人的一年轉瞬即逝。最恨別人用生日快樂提醒你又老1歲，可時光不會倒流，每個階段都有專屬的困局和精彩。童年被成績單定義價值，青年被工資條衡量成敗，中年被孩子成績左右情緒，老年被體檢報告支配生活。這樣的人生軌跡仿佛是被設定好的程序，大多數人都難以逃脫。1990年，旅行者1號探測器即將飛出太陽系的時候，在距離地球60億公里的地方拍攝了一張地球的照片。有位宇航員說過，從太空看地球時，才真正感悟到所有人類文明都存在於這個懸浮在永恆黑暗中的脆弱球體上。國家、邊界、戰爭衝突、愛恨情仇，從太空中看來都失去了意義。整個地球都只是宇宙太空漂浮的一粒微塵。相比平時佔據我們大部分生活的焦慮、內耗、執着、不安，同事間的勾心鬥角，鄰里間的攀比計較，在更宏大的維度上看起來，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你觀察過公園裡下棋的老人嗎？他們可以從早到晚坐在石凳上移動棋子，外人看來單調重複，對他們而言，每盤棋都是全新冒險。這就像人生百態，外在框架或許相似，但內在體驗卻千差萬別。為什麼有人能把平凡日子過成詩，有人卻在錦衣玉食中倍感空虛？區別就在於，很少人停下來思考，
人生的每一步最終指向何處。就像下棋時過於專注眼前的棋子，反而忘了整盘棋的走勢。我們最終都會變老，都會死去，就連人類總有一天也會滅亡。這不是概率問題，只是時間問題。每個人的死亡都分為3步，首先是醫學上宣告死亡，就是心跳停止；其次是社會性死亡，就是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也離開人世。最終，這世上關於你的一切記錄、視頻、照片也全部被抹殺。除非是被載入人類歷史的大人物，一般的普通人，3代以後，時間會磨滅你曾存在過的一切痕跡，就像你從沒來過這個世界。其實只有意識到生命有限，恰恰是活出質量的起點。就像知道燦爛的煙花會轉瞬即逝，反而更專注欣賞它的絢爛。就像知道行李箱容量有限，才會精心挑選攜帶物品。人生時間有限，才要更明智地分配注意力，把精力耗費在抱怨、比較、悔恨上，才是最奢侈的浪費。人生有些路，無論怎麼選擇都會遺憾，不走不甘心，走了又一身傷。人生這道題，怎麼選都會有後悔。結婚的羨慕單身的自由，單身的向往婚姻的溫暖，身在都市眷戀鄉村的寧靜，鄉村卻向往都市的繁華。後悔才是常態，這是人性使然。人總會想象在沒選擇的道路上風景無限好。破局之道不是追求完美選擇，而是落子無悔，堅定自己的選擇，然後向着目標一邊修正一邊繼續新的選擇。無論你怎麼精心設計，都躲不過命運的安排。盡人事聽天命，過好當下，好好生活，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得之泰然，失之淡然，爭取必然，順其自然，僅此而已。但現在我們的選擇往往被社交媒體、短視頻平台的大數据算法左右，算法只推給你喜歡的觀點，你長期只能看到符合自己觀點的信息。它把全世界最光鮮的片段堆砌在你眼前，讓你誤以為那些才是生活常態。網絡上人人都身價100萬，財富自由，讓你相信幸福感可以通過購買力獲得滿足。新款手機、新款車、更大的房子，這些物欲讓你陷入不斷工作、賺錢、消費的死循環，不但沒有幸福感可言，反而更加焦慮，更加難以滿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生存焦慮。我們的祖輩擔憂溫飽，父輩擔憂穩定，我們擔憂意義。這種演進本身說明社會在進步。當基本需求被滿足後，人類必然要面對存在主義危機。解答這種危機不需要高深哲學，只要回歸生活本身，一餐一飯的滋味，一朝一夕的充實。人生就是這樣，沒有那麼多大風大浪，大部分時間都是平平淡淡。可就是這些平淡的瞬間，組成了你的一生。不經意間，孩子已經長大，爸媽已經老了，你自己也有了皺紋，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了。青春之所以被懷念，不僅因為精力充沛，更因為感知鮮活。初吻的顫栗，第一次領工資的興奮，創業失敗的痛楚，這些強烈體驗讓生命質感變得厚重。隨着年齡增長，閾值不斷提高，尋常事物再難引發波瀾。這種麻木才是真正的衰老徵兆，而非眼角皺紋。人生幾十年，雖然在宇宙裡只是一瞬間，可對你自己來說，這就是全部。往後餘生，善待每一天，
善待自己。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看懂點讚，希望能幫到你。歡迎訂閱，更多分享，下期再見。